请太后、皇上、皇后娘娘安。皇后娘娘嘱咐的，奴婢都已经做了。果然，在某位主儿的妆台屉子底下找到了一包朱砂，奴婢带了一些来，还请皇后娘娘过目。如何？请皇上闻闻，看看这盒朱砂上沾的是什么气味。是。皇上。是沉水香的气味。贤妃，宫中只有你一个人用沉水香。太后、皇上、皇后，臣妾是真的不知道，为何妆台的屉子里会有一盒朱砂。苏烈，皇上，奴婢正是在贤妃娘娘的妆台屉子底下找到的这盒朱砂。当时阿若还左右阻挠，不许奴婢翻查。由此看来，阿若也是知情的，所以奴婢也带了她来。先不必传阿若，你们抬起头来。贤妃，你且看清楚，进来这几个人，可是你认识的？小福子是臣妾宫里的，小路子是御膳房专给宜贵人送御虾的。另外一位臣妾不认识。你真的不认识？那小安子，你自个儿说吧。奴才小安子在内务府当差。这个御膳房的小路子，是专管着给玉玺的嫔妃们养活鱼活虾的。小路子，到底是谁指使了你，给这些鱼虾下朱砂的？皇后娘娘饶命！是贤妃娘娘吩咐奴才这样做的。小路子，本宫只跟你有一面之缘，你为何要这样污蔑本宫？贤妃娘娘，是您说，若是奴才不做，杀了奴才的弟弟小福子以后，也会找别人去做。奴才万般无奈才答应的呀。那么小福子，贤妃娘娘可曾对你说过同样的话？有。贤妃娘娘拿我们兄弟的性命威胁彼此，让奴才在宜贵人的红罗炭里撒下了朱砂。那小安子呢？贤妃娘娘在玫瑰人遇袭之后，就跟奴才要了不少朱砂，但是奴才实在不知道他是去害人呐。太后、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这绝对不可能是姐姐所为。姐姐不是这样的人，她没有这样的心思。海贵人，别说你不信了，就连我也不信。可这铁证如山的，你又不是贤妃肚里的虫，又能清楚她有多少心思？皇额娘、皇上，臣妾所查的便是这些了。那就难怪了。从宜贵人惊蛰那日遇蛇，本宫便觉得奇怪，怎么巧不巧的就被贤妃你救了呢？宜贵人感激涕零搬去你的延禧宫住着，不正好下手一切方便吗？贵妃谨慎言，
如若一切是我蓄意所为，我就该离宜贵人越远越好。为何要把他接到延禧宫自己照顾？所谓富贵险中求，你若不兵行险招，把宜贵人留在身边，哪能又是炭火又是鱼食，招呼得这么周全？你抚养大阿哥，携长子争宠，真是其心可诛。贵妃也曾想抚养大阿哥，难道这是你自己的心思？毒妇，你竟敢污蔑本宫！贵妃，放肆！臣妾知错。皇娘，只有3个人的证词，不能作数。皇上所言甚是，臣妾也觉得一面之词不能轻信。方才苏炼说阿若拦着搜查，那想来阿若定是知情的。那好，把这个阿若带来，好好查问。苏炼，去把阿若带进来。是。事情查出来之前，你们2个先起来坐下。是不是忠心对主子，全看你的了。我自然忠心耿耿。奴婢请太后、皇上、皇后娘娘安。阿若，方才苏炼去搜延禧宫，你为什么拦着不让搜宫？奴婢伺候主，就要一切为主打点妥当。打点什么？主，奴婢伺候您多年，这些年来不可谓不尽心尽力。可是主自从被太后禁足，心怀怨恨，日渐乖戾，费心抚养大阿哥，怂恿他争宠夺嫡，还每每逼迫奴婢去做一些奴婢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何事？主，您做的事情实在是非人所为，奴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请您恕奴婢不忠。奴婢知道主子们要问什么。皇上和太后看中登基后的第1个皇子，主生怕他们夺了大阿哥的宠爱，便指使小福子和小路子作恶，想除去贵子。阿若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当日景阳宫遇蛇是娴妃姐姐救了宜贵人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姐姐怎么可能会害她呢？娴妃私下见过朕，说景阳宫的油彩里混了蛇霉，才招了毒蛇。若是娴妃真的要害宜贵人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皇上，主那是虚情假意，因为那油彩里的蛇霉便是主混进的。本意是要害宜贵人，可谁知那日人多，宜贵人竟喊了起来。主便佯装救了宜贵人，既可讨好皇上，又可借此亲近，方便下手啊。阿若，主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究竟是受了谁的指使，在这里说出这种没有良心、陷害主的话？正是因为我还有良心，所以才要说出来。居然是你！为了谋害我的孩子，你算计得如此之深。宜贵人，你真的好满足的心呐！宜贵人，宜贵人，来人！宜贵人，快送宜贵人去偏殿。赵姨太，快去宣太医。宜贵人，好了，阿若，你继续说。主的阴毒何止这一桩？皇上实在不该将大阿哥交给主抚养。主有了大阿哥，加之当日成不了嫡附近，便生了夺嫡之心。听闻二阿哥有孝正，更是日夜诅咒，
希望以长子替代嫡子成为太子。阿若，我同你一同伺候主，怎么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？平日里还是我伺候主多一些。你是伺候主多些不错，但我是主的陪嫁，有什么事情自然知道。难不成奴婢和他们都要冤枉主您吗？太后、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奴婢当日碍于主仆之情，不敢说与人知。如今事发乃是天意，无论如何，奴婢都不能再隐瞒下去了。贤妃娘娘，奴才知道，宫中您对不住你，但奴才也不能平白无故害了2位皇嗣。奴才，哥，多父，你逼死了我哥！哥，你死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哥，你醒醒啊！快来人，拖下去！哥，你这个毒妇！玫瑰人的使不主人，要不是你做的，玫瑰人小鹿怎会拿他的一条命害你吗？奴婢自知不活，今日便和小鹿子一样一同撞死在这里，也算是报了主多年的恩义。已经死了一个，再死一个，岂不死无对证？太后、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贤妃谋害皇嗣，人赃并获，无从抵赖。臣妾恳请太后、皇上、皇后娘娘还玫瑰人、宜贵人一个公道，也还2位皇嗣一个公道。太后、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臣妾与贤妃姐姐起居一处，深知贤妃姐姐并无害人之心，断不能任人拿大阿哥为由诬陷姐姐。臣妾和贤妃相处多年，她真的不是这样的人。贤妃姐姐不是这样的人。皇额娘、皇上，后宫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原是儿臣不察之过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贤妃她也无从抵赖。皇额娘和皇上要如何处置，儿臣听命便是。贤妃，贤妃，姐姐，太后、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臣妾百口莫辩，只想请皇上明察。臣妾也想说一句，这一切臣妾都没有做过。朕知道，朕相信你不会做出这些事来。那皇帝的意思是不处置贤妃？皇娘，事关儿子的皇嗣，这件事情得细细查明。皇帝，你再查，也不能不处置贤妃。皇帝，你一时不能接受，哀家也明白。但贤妃并未照顾好宜贵人，致使龙胎夭折，擢降为贵人，有进延禧宫。皇娘，就算照顾不周，降为贵人，幽禁延禧宫，也未免太过严厉。皇帝呀，有人拿一条命来告发贤贵人谋害皇嗣，而且事涉嫡子，你就真的全然不在意吗？
儿子听皇娘的。宜贵人即日迁回景阳宫安养，玫贵人迁回永和宫，一切如旧。阿若即刻送往慎刑司，细细拷问。谨遵太后懿旨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切莫心灰意冷。太后虽然把你降为贵人，幽禁在这里，但是皇上是有疑虑的。小路子死了，像是我逼迫的。小福子、小安子也咬着我。更可怕的是，阿若，他在长春宫滴水不漏说的那番话，更像是一记置于我死地的砒霜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连阿若她到底是跟谁勾结都搞不清楚。贵妃和玫瑰人一向不睦，有可能是她害了玫瑰人。可是贵妃和宜贵人并无瓜葛。但若是可以借由这两位龙胎之死害了姐姐，贵妃是有可能这么做的。把宜贵人的东西都夺走，快着点儿！宜贵人搬走了。搬走了。海兰，姐姐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去求过皇上了，他让我留在这陪你，放心吧。你陪着我，等于是陪我一起幽闭葬送的自己。我就陪你，我哪里也不去。
这局臣妾输了。苏烈，你和贵妃这次查的事情雷厉风行，细致周全。阿若揭发了乌拉那拉氏的丑事，苏烈和赵义泰查实了物证，臣妾查实了人证，娘娘秉公处置而已。最要紧的是通过这件事，终于认清了贤贵人的真面目。连皇嗣都敢谋害，指不定哪天就动到咱们二个头上来了。贤贵人谋害皇嗣，设计永廉，意图夺嫡，本宫断不能忍。可不是嘛！为防着乌拉那拉氏哪日有机可乘，东山再起，咱们不如趁此机会一了百了。不说本宫，便是皇额娘也饶不了他。娘娘，其实大阿哥本性不坏，只是贤妃教坏了他。若能将大阿哥养在臣妾膝下，臣妾定当好好看着大阿哥，让他事事都以二阿哥为尊。抚养永皇的事情，本宫会为你筹谋，且看皇上的心意吧。多谢娘娘。时候不早了，先回去歇息吧。皇上这回伤心，身边必少不了人陪伴，你也多去劝慰皇上。是。莲心，宋贵妃。是。臣妾告退。此次的事情，贵妃出力不少。也不单单是贵妃，说到底还是阿若告发。当日嘉贵人留下阿若这双眼睛在贤贵人身边，果然如今查出贤贵人有如此大过。我带你去和皇后娘娘求情。好好的美人儿，贤妃不心疼，我和皇后娘娘心疼。贤贵人不救他，嘉贵人带了他来。说到底，阿若怨的是贤贵人，谢的是娘娘。更何况嘉贵人不是也说了，阿若对皇上有意。若无所求，怎会如此拼尽全力？那阿若现在还在慎刑司，娘娘不救他，皇额娘要审他，本宫就是要救他，也得皇上点头才行。奴婢去慎刑司查问过了，有人想让阿若死在里面。怎么回事？奴婢还没查清。金琪嬷嬷说，给她塞钱的人并没有露了身份，奴婢就先拦下了。不过奴婢拦得住一回，拦不住两回呀。阿若在慎刑司总是太闲。这中间看来确实不简单。阿若不吐口，皇后也来问过朕，接下来怎么处置？那这个阿若就先保着吧。